你提出那个问题呢，我就按照我的切身经历来感受毛主席对阶级斗争、对路线斗争、思想斗争他的方法和论述。因为毛主席这个人呢，确实是天才，他不是哪一个方面厉害，他是方方面面厉害。他厉害的基础是他从小就认真看书，看了很多年代朝代，很多乌七八糟的书都看，从中吸取正确营养。比如说我说文化大革命，文化大革命是个无中生有、无事生非。我认为啊，因为毛主席领导下，这个社会秩序很正常，各个政府机构很健全，领导配备的很齐全、很齐备。那些领导的都是经过反复考察、考核和常年工作实践。是有的领导大部分是很有能力的，但也有一些没有能力的。他这个遗留下来老思想、老传统，做官当老爷的一部分人，作风上争分扒富，不懂得人情世味世事，只知道我行我素，我说了就算，这是造成了他的官僚主义、教条主义、经验主义，所以导致他工作上就出现很多偏差，不能正确的去理解毛泽东思想。第二部分人，有人呢想当官，他的指导思想不对，他不是说为老百姓服务，不是像毛主席事事处处都考虑百姓，不是像毛主席那样事事处处都按照辩证法去分析问题、思考问题、处理问题，所以造成了一些做官他想贪图享受，好像我过去吃了苦，因为我是红军的，我是抗日的，我是土改的，我好像我对国家对党有贡献。现在我年纪大了，我想享受，他适应不了这个社会形势，更适应不了毛泽东的教育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第三个方面呢，毛主席是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，试探、考虑、考察每一个单位、每一个阶层的领导素质。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他的这个手段呢，大鸣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评论，叫4大。他要利用这个4个大，把领导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不正之风，我刚才说的那是作风问题、社会问题，要解决。当时呢，江青啊跟林彪啊，那时候我认为还是做了贡献。他把毛主席语录啊，毛主席著作里面的这个片段，他为这一句话说的对的，就作为一个语录打成册子，形成一本书。你工作、学习、办事、党风、廉政、法律等等，都对照这个语录去对照，要使群众学习语录，加而复习，人人皆知，使大家都懂得毛主席的意思，正如用毛主席的思想去运用啊，跟领导错误思想做斗争。所以当时叫砍帽子，就是动不动砍帽子、打棍子、批评领导，开始是不接受的。但是他的每次批判斗争的时候，都用毛主席的知识去分析问题、批判问题的危害性，使他能够认识错了。这就是学习批判斗争的结果。因为有的领导很骄的、很调皮的，尤其是红军的，他是骂爹骂娘的。那个时候损失有啊，彭德怀呀，在斗他，都想动刀动枪的，不服气的。因为他们真正的觉得，我跟毛泽东一生吃了很多苦，打了江山，脱了江山，我现在应该要享受。你们这人有什么意见可提？他认为他应该得到的，所以在党内，在军队内被资格、被工资、被级别，这个情况是很严重，是吧？所以养成了很多骄傲自满、固步自封、目中无人，同事、上级、对领导都有这个思想，对群众更是目空一切，群众说什么的，所以产生了干部与群众的对立情绪。
这个对立情绪一发展，单位工作都搞不好，就会消极怠工，领导呢就你纯正提你的意见，我不理你，我做我的，我有尚方宝剑，我上面有委任状，组织部命任我是书记、是组长，我不怕你，这是一种思想，也影响了他承认错误、改正错误的良好机会，所以有个过程。原来毛主席准备是摸大面搞3年，66、67、68，基本上我体会到是69年基本结束了，都可以改是军民讲政，改革不合理的上层建筑，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，改革不合理的组织程序，他改要是崭新的面貌出现。为什么摸大面以后成立革委会，称之为前外山河一片红，整个国家都是叫革委会，没有现在什么政治委员会呀、那里什么公司啊，没有，统统的都叫革委会。从生产大地到人民公社到县、地、省、中央，都叫革命委员会，这叫党政，就是党政融为一体。所以那个时候搞工作很快，学道站也是那个时候，然后水平的建设也是那个时候，搞卫生防御也是那个时候，消灭血吸虫病啊，灭钉螺啊，防止地方病啊，这个拉力头啊，还有血丝虫病啊，还有那个疟疾啊、麻风病啊等等，都是那个运动通过斗争以后，卫生部门改变了工作态度，听毛主席的话，听党的话，用毛泽东的思想，用毛泽东语录去对照哪个事情没做好，就改哪方面，所以发展相当快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摸大面的，通过摸大面的斗争，有的领导确实变得很好，我是有切身体会。包括我说的那个何强人，他天天都参加劳动，没有权了，因为毛主席有一个成立革委会有个过程叫脱权斗争，这个权力都由群众掌握了。什么叫群众呢？像我这样的就叫群众，群众代表、青年代表、年轻人，就三结合，老中青三结合，形成这样的组织格局。不是说你领导喜欢哪个推哪个，不行。群众代表要群众选举产生，投票、举手表决、考察，有一点问题都要甩下来。但那个时候组织很严密，组织纪律很强。有的领导呢，通过文化的人，他是认识到毛主席对他教育很深。有的人不是这样认为的，有人认为是群众对他有意见，过去整了他，运动中报复他，这是整他。游击摸大面有2个过程，毛主席没有死之前呢，这个过程是很顺利的，但是在党内有否定摸大面的思潮，尤其是领导，比如说像邓小平，像跟我那样何强人，就是这一类人，对他有利的时候，他就权力大了，又死不改会，思想又腐旧了。对忠诚老实的人，尤其是家庭成分好，贫下中农，余党是真正的余党，这样的人，他的思想是中立的，他认为老百姓只是斗斗他，不算什么，应该接受批评。就这部分人思想都比较好，当时称之为革命领导干部，叫革命领导干部，他就把那个斗争的一批批的筛下来。以后呢，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人呢，他是提拔的快一点，但是三结合作为领导干部的，把他第一批使用。随着机构改革、机构整顿，机构啊仍然是缩小了很多。以后邓小平上来以后，又把这机构扩大了。扩大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把这老同志全部用起来，安排他的职位。第二个呢，对文化大革命上来的人呢，采取仇恨态度、敌意态度，说他是造反派，统统的把他整下去。用他的人，真的又组织这个文化大革命又受了挫折。但是这个斗的没有个结果，本来这是好事，以后就是成了恩将仇报，成了报复。
所以以后邓小平呢搞了一个，刚上来的时候叫做打扫庙宇，挺进真神，老塞归位，小兵飞营，他就把这个毛那个命呢，就成了一个报复性的运动。不认为是毛主席教育他们，毛主席搞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一个反修防修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防止社会主义变质，防止不走社会主义了，走资本主义了，走封建社会了。毛主席最担心这个事。就毛主席死了以后，就父辈就出来了，农村的封建迷信抬头，庙宇寺庙啊兴起，祠堂啊这是复旧，唱老戏啊，不唱新戏。毛主席是批判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，他把旧社会那一套又使群众来接受一套，也有他的好的一面，但是也有陈词滥调的坏的一面，都要按那样的真诚诚、父父子子，那就没有发展，叫做伏辟。为什么批判孔夫子呢？孔夫子是儒家学说，他是不得罪人的，仁义礼智信，孔老二思想。如果一发展呢，就没有斗争了，没斗争就没发展，没斗争就伏笔。我举个例子，针对毛主席是管得很紧的。为什么60年代以前都是不带肩章，只有个领章，有个帽徽，就叫中国人民解放军。以后那些老同志啊，提议也与国际接轨，别个国家都是司令是司令，军长是军长，那等级森严，等级分明。毛主席以后去世以后，他就搞了军衔制，原来还是官兵一致，你是带个牌牌怎么劳动啊？不能跟当兵的一起劳动啊，要跟战士打成一片呢。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改革，但是也是一种复旧，也是一种学习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，也有好处。好处是很远的看得到他是什么级别，对他怎么尊重，那个级别接待。不好的就是脱离群众。我说毛主席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他为了搞毛大革命是少费苦心。开始是开会发文件要把毛大革命搞了继续到底。先开始发了一个5.16通知，5.16通知就是这个运动怎么搞。当时管事呢是刘少奇管事，刘少奇是管政，毛主席管党。刘少奇就到河南那是登点，他老婆王光美去登点，他搞了一个3自一包4大自由，叫陶然经验。那个地方叫陶然，是陶然县的，是陶然村，陶然县的是陶然公社，叫陶然经验。这个毛主席看了以后很不高兴，跟刘少奇说过很多遍，刘少奇跟他发难，你建设不这样搞，我这个主席就不当了，我就回湖南去种田了。这个毛主席里看到这个问题很严重，不是光他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全社会受他的影响。他只要气体一散，就跟旧社会是一样的，搞个人各自为政，没有气体了，气体就散伙了，气体散了，公社就不存在了。人民公社它是需要巴黎公社那演变过来的。毛主席的思路就是要搞气体，就是搞一大二公，统一行动，统一步伐，使老百姓各贫富都一样的，没有富的太富，没有穷的太穷。他用经济钢管去调节，你富的只能说你家里有5个劳动力，跟我1个劳动力，这个多劳多得差别。但是没有现在是给几千万几个亿，没有这个事。他为了搞这个运动，他自己亲自写了一个大字报，叫我的一张大字报。他是人民大学有个教授叫聂仁子，他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，是对人民大学党委写的。毛主席看了以后赞不绝口，这张大字报还有马列主义水平。他思考了以后，他自己写了一个我的一张大字报，炮打司令部。直接是针对刘少奇、邓小平，他那个搞资本主义、搞修正主义、搞这次的针对性很强的。所以在5.16通知里面本来是没有其他很明确的规定的，他是叫搞运动，搞运动领导呢相信叫谁搞就叫谁搞，领导叫你听话
你是政治干事，你是党代表，你是人大代表，我都叫你搞。只是他呢是跟领导是一致的，他是开会去斗他斗不起来的，他也没那个水平去斗。至于这个乌合之众，至于这个普通百姓，他是听领导意见，他是一针见血，上纲上线，他是一派的人，他是不会提意见。所以以后在党内形成了叫保皇派，他当时也叫红卫兵。毛主席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后，他都把它否定了，这个组织是解散了。解散了以后，是毛主席发动红卫兵8次、10次到北京去参加毛主席接见。他这个接见是带有发动性的、启发性的、鼓励性的、支持性的。没有关心我那个命，要把我那个命进行到底。那是青年学生无挂无欠，他也没有私心，他也没什么怕，他就到回去以后就按照毛主席指示办，要跟做字派斗，写大字报，拿着铺天盖地，到处全国所有的学校单位覆盖的全部是大字报。因为群众发动了，群众的写的素材也多，批评的东西也多，他掌握的情况也多，其中包括了道听途说的，也有证据的，也没有证据的，也有是谩骂的，也有是看笑话的，也有的是对文革很负责任的，按部就班的响应中央的这个文革发出的指示。当时文革最开始是陈伯达以后江青、姚文元，那都是文人，那是指导运动的，他根据运动情况进行点评。毛主席又发表社论，这样一个运动一下子搞起来了。所以这个运动一搞呢，也伤害了大多数领导干部，是也斗了，不是也斗了，有缺点也斗了，没有缺点也斗。他要做检查，人人都要做检查。所以有的为什么8届11中全会以后，他势如破竹，提醒改革开放，就这些老的同志支持，所以毛主席很多缺点错误，所以斗他是斗错了，这个运动是搞错了。所以以后出现那个8届13中全会，有个对党的一个专业正确评价毛泽东，这毛泽东思想又不敢明说是错的，他就说是气体智慧。其实毛主席思想，你看着每一段他的讲话，他的批文，他写的文章，写的社论，都是他自己写，很少要秘书写。他革命28年，推翻了蒋家王朝，赶走了润鬼子，又27、28年又建立了新中国。他没有智慧，谁听他的？他这个底子是28年抗战，28年解放战争、抗日战争打下的基础，当兵的呀、当官的都听他，他有这个基础。所以解放以后建国跟打仗又不一样了，打仗是你有雕虫小技，尽量的发挥出来，你打得赢就是厉害，就是英雄。搞建设的不是这样，搞建设你没搞清楚，你说过去连生产火柴都叫洋柴、洋火柴，叫铁钉、叫洋钉，他都没有工业基础。以后毛主席搞工业，他是慢慢的摸索，学苏联开始是答应支持的，以后他看了做老大，像美外呢，他就想发誓了，我要支持你的支持你，我不支持你的不支持你，还要你跟我进贡，他就产生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。毛主席这个人，他是很有民族精神，他不听苏联那一套，本来是跟斯大林关系都很好，以后就搞翻了，尤其是赫鲁晓夫上来以后，批评了斯大林，否定了斯大林，所以毛主席意识到，苏联他60几年就意识到，他的卫星上天，红旗落地，以后就解体了，成为19个国家，共产党都不执政了，以后就保留了俄罗斯最大的党，就俄罗斯党，他就成立俄罗斯最大的国家，其他的19个国家都独立了。像我们国家要独立，新疆、西藏很多地方，东北三省呢，广东啊这边都可以海南呢，它都可以独立的。独立的民族是散掉，国家的
名存实亡了。所以毛主席对问题看得相当准。所以那个王震呢，跟叶剑英呢，都说，周总理也说了，周总理说毛主席布置的工作，理解也执行，不理解也执行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。等过了几年以后，他理解了，毛主席做的对。王震就说了，这个李先念也说了，他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，早看50，所以你们说怎么跟上毛主席思想？他看问题比人家早看50年，他60几年都提出来了嘛。在中国我死了以后，可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，马列主义的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，变成法西斯的党，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。他是写给江青的一封信，他锋芒毕露的，他不遮遮掩掩，他有那么高的水平，他可以说得出来，他都预见得到他死了以后会出现问题。他说我在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问题，3代4代可能也出问题。那个时候就是他是估计的，他就是叫超前意识。所以他搞一个运动到湖南滴水洞，自己朝思暮想，想了18天，他要怎么把运动搞起来？他只有他受得了，别人受不了。本来69年就70年的基本结束了，是新界农业学大赛，工业学大庆，全国人民学生解放军，3学好厉害的，统一了全国思想。那个时候一个好动作呢，69年啊，一个好69年了，65年了，65年了，64年、63年开始学雷锋，学教育路，64年才提了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赛，全国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所以他这是点一下，不管哪个单位都听他的。所以毛主席现在人们为什么纪念他、怀念他，就想他那个思想很难实现，因为他用那个办法把全国老百姓都调动起来，对单位领导都进行批评教育，领导靠边。我认为那个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他以后说是4年浩劫，那个是不对的，那是贬低毛主席，也就是为了批判四人帮，把所有的文化大革命缺点错误都放到他头上，实际上是贬低毛主席。这是我跟你说的实在的话。明白了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回到一开始，你说文化大革命是无中生有，还有什么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没听明白。我的意思是这样，别人是任何人想不到在党内搞成这个运动，这个没有的事，你要想也想不到。他的是卫生系统要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院，要砸烂公检法、帝王将相，只有他说可以，我们说砸烂是反革命，是不是？是。只有他是砸烂的砸烂，所以那一代人也受了教育，所以对我们影响很深。从我们当时来讲是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。我也没想到我要20岁就要当领导，是不是？他也是把你提前上出了，你不干也得干。那时候要求很严的，你像我们那年轻的时候，你说要找个老婆还不容易啊，不敢乱动的。一个要考虑成分，3代是不是清白的？你说你家里是地主富农，你都有连带关系，你就是不中用的人，知道不？知道。他那个清规戒律就像现在是一样的。邓小平说：“你有没有参加四人帮体系？有没有参加法轮功？江泽民的改革有没有参加法轮功？还有没有参加69年的89年的64年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。但我们都知道，你现在也有现在的标准。你看中日习近平、中日新时代，他什么时候都有标准。毛主席提出的用人标准是7条标准，他那个7条标准很苛刻，不要像赫鲁晓夫那样搞阴谋诡计，这是一条。那个帽子多大？赫鲁晓夫是苏联的，苏联变修了，他把赫鲁晓夫就当成我们国内的一个教材，所以他控制对我们的年轻人要求更严。你经济有私心想贪占也不行的，你工作方法太粗暴也不行的，你只能
从中学好的，不能学坏的。毛泽东就是这种教育人的方法。也是属于一种洗脑吧。洗脑。他都是什么事情都用毛主席思想去对照，用文字来说叫用毛主席思想武当头。是。他是为了以后要把四人帮搞下去，把自己搞上来。哎呀，对，也是一种对大众的洗脑可能哈，对那政治的斗争吧。对。是。那这样破四旧，把粮仓啊，把那个古董都敲掉了，这是基层乱搞。毛主席没叫那乱搞，对不对？明白了。但是毛主席叫你那个不要搞封建迷信，这肯定是有指示的，不能相信迷信，要唯物主义，不能唯心主义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不破就立不了，毛泽东不破，还是一样很多人相信迷信。有道理哈。破了就没有迷信了，没有人相信了，庙没有了，祠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跟旧社会的隔开了。是。对。这句话说请定真神的是邓小平说的吗？是那一批老的说的。老的那些老干部。内用一下。他说打扫庙宇，所有单位本来毛主席搞毛大命的基本扫得很清楚，都很清白的。他要打扫庙宇，把这个组织成为庙，他要把那个老的都扫掉，请进真神，请菩萨进来，老帅归位，小兵回营。那他这里指的老帅是指邓小平吗？其中是一部分，不然的话他以后搞那个改革那么顺利的，因为有这一部分人支持，还有一些右派分子落实政策，把它落实到领导岗位上来，他的思想观念跟我们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一致的，那跟我的思想可以说是完全对立的。再见，早点休息哈。好，晚安。